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这期视频想和大家聊一种在中国很常见的现象，就是那些在青少年时期非常聪明和理性的儿童，为何会在后来走向崩溃，甚至是自毁。许多中国家长都很欣赏这样的孩子，在学校里每一门成绩都是最好的，在待人接物上礼貌大方，给足了父母面子，但是自己又没有表现出任何叛逆和攻击性，非常懂事和听话。当然，能真正做到这些的人是很少的，因为这毕竟还是需要很高的理性和智力。然而，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这种聪明似乎逐渐消失了。比如，一些人在进入大学后，突然表现出一种自我组织崩溃的状态，他们渐渐对一切都不感兴趣，原先给自己带来很多掌声的特长和爱好也都逐渐放弃。这在外人看来像是一种堕落。还有一些人能够在职场上继续保持这种优秀和聪明，他们的社会功能看起来依然良好，甚至是远远超出常人的，他们能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非常完美。然而在这些表象之下，当事人却感到自己的活力逐渐干涸了，他的内心逐渐产生一些令人恐惧的黑暗力量，这种力量背后蕴含着大量未整合的原始情绪，一而是难以被理性所理解和言说的，但当事人可以隐约感到，这种力量似乎会破坏和颠覆他的现实生活，这当然是会让人恐慌的。于是，他会努力把这种黑暗的力量压抑下去。由于他们本身是非常聪明的，因此他们可能会无意识采用一些非常巧妙且隐蔽的方式来防御这些情绪。那么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很多人会在成年后逐渐耗竭了自己的理性，以及真正健康和自然的理性是怎样的。在视频开始前再说一下，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那么继续说回今天的主题。首先，我想和大家聊一些复杂的防御方式。之所以说这是复杂的，是因为它是需要较高的智力水平的，因而也是隐蔽和难以被理解的。我们要说的第一种，就是大量用心理学和哲学术语来隔离情感。比如，一些朋友是非常博学的，他们阅读了很多人文社科的书籍，可以熟练地运用依恋类型、投射、移情、BPD、MPD 等等概念来解释自己和身边的人，或者引用斯多葛主义、柏拉图、后现代等等。表面上看，这是一种高度的自我觉察，当事人甚至显得比周围人都清醒。而且，由于周围人通常并没有这么丰富的知识，也很难反驳他们，因而他们会更加感到自己可以解释一切、分析一切，并用这种分析来代替治愈。然而，当你仔细倾听，你会发现他们在那些像是学术论文一样的心理分析中，时不时会流露出非常原始的情绪，这些情绪与他们那高度理智化的理论相比是那么的不自洽。然而，当事人会很快地用新的理论去填上这个缝隙。比如，一位女性在很严肃地分析自己与前任的创伤体验时，突然说了一句：“反正到最后，他们都会离开我的。”这句带着委屈和哀伤的话语是非常突兀的。不过紧接着这位女性朋友会说，这没关系，自己已经从斯多葛主义中学到了更好的心态。于是，那种短暂露出的脆弱被再次封装进一套新的盔甲之中。第二，就是对人格独立和边界意识持有僵化的理解。当事人认为每个人都是独立自主，并认为依恋对方，需要对方在情感上回应自己是一种人格不独立的弱者行为，是与他人共生和有依赖性的表现。当事人把自给自足当做一个绝对的目标，他可能会认为要尊重每个人的选择，不要试图影响和改变别人。这些话语看起来很有说服力，人格独立和边界感本身是不可缺少的，他们在关系里能防止侵犯，帮助双方保有自主性。现实中也的确有很多人是不尊重他人边界的。然而，边界意识归根到底只是人际交往的一种工具，而不是目的，它也不应该被视为是一个绝对的目标。如果我们追求自己的边界，绝对不被他人影响，以及绝对不去影响别人，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和任何人交往，因为我们只要和他人链接，就必然会互相改变，互相影响。当我和一个人亲密到一定程度，也必然意味着我和对方的一部分边界会消融和渗透。更重要的是，
人际交往必然有一定未知性，在我和对方交往之前，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与对方契合，是否会有不合与冲突。如果我们追求边界的绝对稳定和清晰，无法容忍变化和可能性，那其实就不应该有任何社交，拒绝和他人深度链接。这虽然可以让人感到短暂的安全，避免被他人伤害，然而却也拒绝了从人际关系中获得滋养的可能性，这同样会威胁一个人的安全感。在健康的关系中，边界应该像一个有弹性的围栏，允许人们在不同距离之间灵活调整，彼此渗透，而不是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在这种关系下，双方可以允许和接受彼此的边界发生碰撞，但最重要的是，双方依然能够通过沟通来修复。追求绝对稳定的边界其实是一种精巧的防御，而不是真正健康的独立。第三种防御则是一种热烈的乐观情绪，比如当事人可能会强调自己的生活已经好转了，现在的生活很幸福，甚至说自己即使明天离开这个世界也没有遗憾。这看起来是一种非常感性和热烈的情绪，然而它本身仍然是脱离了当事人的真实体验，而是靠一种强迫性的理智在维持的。因为时常从生活中感到快乐的人，在表达感受时会涉及大量具体和零碎的细节，比如今天见到了怎样的朋友，吃到了什么好吃的，而不会用这种抽象的口号来表达幸福。这种固定的表达方式更像是在防御和回避过往真实存在的遗憾与创伤，而这种回避本身也说明了这种创伤仍然没有真正过去。那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在青少年时期是非常聪明的，有强大的思维能力，但这种思维能力却并没有让他们走向更大的自由，反而常常伴随着疲惫、空虚和不自然呢？我们说，这种理性虽然可以带来良好的社会功能，但它归根到底是一种防御性的理性。而这种防御性的理性与健康的理性其实是不同的。健康的理性像是一棵自然生长的大树，它的枝叶、花果与根系是同时伸展的，既能向外探索，也能向内汲取养分。而防御性的理性则是在干旱贫瘠的环境里生长的胡杨树，由于水分不足，胡杨树会将根系拼命地向下生长，但代价是它很长时间不能长出足够多的枝叶去进行光合作用，它不得不牺牲原本平衡的生长，把能量集中到某一个生存功能上。人的理性也是如此。最近我读到了温尼科特1965年的一篇文章，就把两种理性解释得很好。这篇文章的标题是 New Light on Children's Thinking。 在第5页，温尼科特说道， Adaptation is a fact, and very close to 100%, but it rapidly becomes less than 100% according to the baby's development, which allows the mother more and more freedom. What is this that develops in the baby? It is the baby's intelligence. 温尼科特认为，在理想的状态下，母亲能够100%地适应婴儿的需要，但这是不可能的。随着婴儿的发展，母亲也会有更多自由，而非完全守在婴儿身边，这正是婴儿的智力发展的起点。也就是说，温尼科特认为，婴儿的智能首先是出于对母亲缺失与延迟满足的理解。在生命的早期，如果母亲对婴儿照料得足够好，婴儿会体验到一种近乎于魔法的状态，我饿了，乳房就会出现，我想要抱抱，母亲的手就会过来。对婴儿来说，这仿佛是心想事成的结果，婴儿会体验到一种全能感。这种全能感本身并不具备破坏性，而可以成为一个人安全和充实的心理基地。而当母亲开始出现轻微的延迟，比如没有立刻喂奶，而是晚一会儿，婴儿就会从全能的状态过渡到需要等待。在这个等待的时刻，婴儿会用想象力和记忆来弥补和缓解自己的不安。温尼科特说道， The baby thinks to himself while screaming that it is all right really, because the noises off stage indicate that something is coming that will just meet his needs. 这里的 noises off stage 指的是婴儿可以从一些熟悉的声响来判断母亲正在路上，比如母亲的脚步声、嗓音、瓶子的响声等等。这些环境线索提示了照料者在路上，让他可以预测自己的需要，一会儿就能被满足。这里的 just meet his needs 很关键，它意味着既不是立刻满足，也不是延迟，而是可以忍受的延迟。
在这个过程中，婴儿调用了自己的记忆力，并开始初步理解事物间的因果关系。这就是婴儿思考的萌芽。这种思考当然不是语言化的逻辑推理，而是一种情绪、记忆和思维整合的产物。它既保留了原始的那种自信和创造性，同时又没有和现实脱节。这也意味着，温尼科特认为婴儿的智能起源于某种创伤、缺失和幻灭，但这种幻灭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一个人心智发展所必须的。没有父母能够做到完美回应婴儿的需要，相比于努力地避免破裂，更为重要的是学会修复这种破裂。如果母亲能够及时回来，并回应婴儿的情绪，婴儿就会仍然觉得母亲是安全的、可预测的，他的想象力和思考就得到了印证。他会感到，即使母亲不在，他也可以调动记忆中对母亲的表象和象征来安抚自己，比如一块毛毯、一个枕头、一个布偶，这些都属于过渡客体，也可以视为母亲的象征。它们承载着儿童被抱持的感官记忆，并带给儿童安全感。如果儿童始终处于安全依恋的环境下，那么随着儿童的发展，他会尝试将原本只存在于亲子互动中的安全感给扩散和迁移到更广阔的领域，比如延伸到一本书、一首歌、一种运动。它们看起来并不像母亲，但能提供熟悉的安全体验。等到在长大后，它的象征会扩散到非常抽象的层面，比如艺术、哲学、科学、某种理念等等。他会在学习某些复杂理论时感到一种原始且连续的兴奋、愉快。儿童使用象征的能力越发达，他就越是能够接受与母亲的分离，而高度复杂和精确地使用象征的能力，也就等同于一个人的智慧和创造力。此时，他的幻想、理智和情感是同步互动、彼此强化和连通的。当事人既能思考，同时又能自由地体验自己的感受，还能够用象征物将这些感受表达出来。这就是一个整合和统一的过程。然而，如果母亲的照料来得太迟或者不可预测，那么婴儿的全能感就会骤然断裂，他的世界突然变得危险和未知。此时，婴儿的心智就会被迫过度动员起来，去应对这种危机。这也是温尼科特接下来要谈论的重点。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下期节目再聊。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吧。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